是你吗？班达在哪儿？班达在哪儿？谁又来说给送工资呀？他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瓜比班达。班达流浪了。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在你这？你要送给你妻子的吗？你做了什么坏事？你最清楚。巴士爆炸事件，你是主犯。如果塞利亚人民了解到你的所作所为的话，后果会是什么？你考虑清楚。还要抵赖吗？老毕，到！把炸弹拿过来。是。队长，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们在地下室里留下的炸弹，想清楚。你们都出去。我陪着你。我投降，我什么都交代。营长，秃鹰已经交代，他的基地在北郊，班达就在那儿。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好的，务必确保班达安全，有情况随时汇报。是。还是交给我，秃鹰撑不了多久的。那班达怎么办？做掉他。好的，老板。
为什么？你血样？不该干。哎呀！暴露了，开始行动！志龙，进来。老板，外面怎么了？我们被袭击了。有多少人？不确定，老板。 带着人，快点把班达给杀了！是的，老板，去。班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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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中国维和部队的，别害怕，我们走。把枪放下。
这边。老聂，我这边已经控制了巴沙，你那边怎么样？我们已经找到班达了，但敌人太多，需要点时间。好，我知道了，我先把巴沙送出去，一会儿就过来支援你，等着我。收到，收到。等，快！准备撤退。收到。没怎么查，秃鹰呢？在车上扣着呢。注意警戒，突围！老毕，到，你一会儿把巴沙带走，我和子弹去支援老聂。是。注意安全。是。子弹，去支援老聂。走。
当家。叶枫，你不能起来。哎，你快躺下，你有轻微脑震荡。没事，我可以。我给你喝点水吧。来。哎，我自己来，我可以。哎呦，堂堂聂大队长还害羞呢。军人嘛，要自强自立。要不是童医生特意嘱咐我才懒得管你呢。你呀，好好谢谢童医生吧。童医生？他在哪儿啊？哎，总统先生，您现在不能进去，手术刚刚结束。我女儿怎么样？打入右肺上叶的子弹已经成功取出来了。就是马努特那个混蛋，是他把我女儿害成这样的。你们几个现在马上用专车把班达送回总统府去。是，总统先生。哎，聂队，你现在还不能起来呢。聂队，总统先生，可是班达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如果送回总统府，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很难长期维持班达的生命。什么？你在指责我不管班达的死活吗？如果您强行带走班达，就是在拿班达的生命开玩笑。总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总统先生，童医生只是针对班达的伤情向您建议，尽一个医生对病人的职责。您这样用枪指着他，我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您执意要带走班达，您是班达的父亲，是谁都无法阻拦。但是您对一个正在试图帮助你们的医生舞刀弄枪的，我觉得也太不近人情了。是你救了班达。是我。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人，没能把您的女儿平安的带回来，我很自责，请您原谅。好，你们两个手术后带班达小姐回去。是，总统先生。你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样？没事。坐下。你想说什么？总统先生，我必须要问您，为什么在医院的时候您要对那个中国军人手软？他刚才对您非常无礼，他们是在我们的国家，他的这种态度应该受到严惩。阿明先生，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理智一些。首先，那些中国人，他们来这里是来帮助我们的，更何况他们救了我的女儿班达。第二，那名恐怖分子被中国维和部队的军人给抓住了，我必须要尽快的见到那个人，查出幕后的真凶。无论是谁，我都要把他碎尸万段。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依靠联赛团。总统先生，我觉得您没有清楚现在的情况。这件事情明显就是马努特所为，
除了他，谁还敢这么做？竟然敢伤害班达！但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马努特？总统先生，马努特就是认准了巴士爆炸是我的作用，他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所以才会用绑架班达的方式来报复你。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马努特跟我的争斗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我很了解马努特，他绝不可能报复班达，就跟我不会报复纳达尔一样。总统先生，我能说一些我的想法吗？但说无妨。现在，难民营里肯定有伪装成难民的马努特的卧底，这些难民还拿着枪出来伤害我们，他们打输了再回到难民营里面躲起来，这显然是潜在的危险，他们会慢慢的毁掉塞利亚，到时候我们会后悔的，先生。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和班达被绑架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动用一切力量，来彻底的铲除马努特及其党羽。我们搜查难民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就解决掉；即使没有发现问题，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打压一下中国维和步兵营的企业。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过去，我们要追查到底，借这件事情重新整顿塞利亚。我向您保证，我会为班达报仇的，先生。如果跟马努特无关，也不是反政府军的。如果马努特不是凶手，那我们就更要查出背后的黑手是谁。如果这只黑手确实真的存在，那他们对总统阁下就是更大的威胁。好，那就尽快去办。我想让你去跟丹城的守卫打好招呼，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今晚6点准备行动。将军，南部和西部数十个武装，还有叛军部队。如果我们让所有部队都在城内集结，恐怕他们会有动作。不用管那么多，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同叛军决一死战。城里打完了，城外的所有问题，甚至整个塞利亚的问题都不复存在。我明白，您放心吧，我让南部部队把坦克也调过来。我想要我们的人包围难民营，今晚就把所有卧底在里面的反政府军以及那些恐怖分子一网打尽。欧阳女士，高院长，就等你们了。我们就不便参与了吧？把人送过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说审讯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职责范围。不，高院长，我们的工作职能分工不同，你们是守卫丹城的重要力量，我真心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好吧，那我们就不推辞了。有水，我要喝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住手！我有一些话要问你，请你如实回答。如果你有隐瞒的话，我们将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就你这种狗腿子，也配做检察官？消化审讯？我在执行我的任务，你在这儿是撑不过1周的。等我1周后从这里出去，我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混蛋！想让我揍你吗？好了，我来吧。没人指控你，对吧？
那我来指控你。欧阳女士，谢谢你的帮助，下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是塞利亚的总统，我想单独跟你审问的这个人好好的聊一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我就是想问他一些问题，也就10分钟的时间。好，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希望一切不要到失控的地步。王女士，我觉得咱们现在真的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最坏的打算？现在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突破鲁尔的底线了。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和马努特有关啊。可是马努特已经离开丹城了。没错，马努特是走了，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反政府军，根据情报，现在联合国1号、2号难民营里，至少有16名反政府军的将领。他们现在虽说身在难民营，但是塞利亚的反政府军基本都由这些人指挥，这些鲁尔一清二楚。鲁尔现在之所以没有撕破脸，一个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二，他也碍于联合国的面子。对，在我看来，鲁尔是塞利亚总统，他应该清楚失去联赛团的支持意味着什么。王女士，以目前来看，就怕他再无所顾忌。你知道我是谁吧？我当然知道，你就是塞利亚的罪恶总统。你知道班达就是塞利亚的天使吗？我知道塞利亚需要的是什么。塞利亚只有推翻你所统治的政府，才能带来和平。你就不要拿死亡来威胁我。死并不是最可怕的，重要的是生不如死。我会让你见识到我的手段，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你能对我做什么？我是塞利亚的总统，你会知道我的厉害。你再快说，快说呀！说话呀！是谁指使你的？说话！快点说！鲁尔总统，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欧阳女士，请记住，这里是塞利亚。确实很危险啊！来了。哎，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能不能请您回答一下？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您找到真凶了吗？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现在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请你们离开。总统先生，您能否说一下班达小姐现在怎么样了？全社会都很关心她的安危。班达不仅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整个塞利亚人民的女儿。我想向关心她的人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关心。即便塞利亚是地狱，他也会努力将塞利亚变成人间天堂的。总统先生，关于马努特那个混蛋，他绑架班达，折磨班达。班达帮助塞利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和睦相处，但他失败了，因为他太善良了。这个天使低估了敌人的凶恶，但从今以后，我不会失败，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我要奋起反击，打击罪恶。不管马努特躲在哪儿，我都会让他血债血偿。总统先生，能否再坐一下？说点好吗？总统先生，总统先生，除非我们能证明马努特跟班达的绑架事件没有关系，否则塞利亚将永无宁日。那咱们得早做准备啊！这塞利亚又不太平。现在我们在西北地区安插了一部分的军队，很多区域都有加强了警戒，比如像3、4、5这样的区域。在这样的区域，如果反政府军进攻我们，他们将遭受失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很好，很不错。哎，聂风。啊？怎么了，佟医生？哦，谢谢。嗨，没别的事儿啊。哦。至于吗？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再说了，班达是鲁尔的女儿，她要把她带走，我们也没办法。但他是我的病人，我必须对他的生命负责。更何况他现在情况确实挺危险的。你呀，也别多想了啊。手术不是很成功吗？哎，我刚才还在想呢，胆子怎么那么大，枪口对着你都不害怕呀？其实我当时挺害怕的，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啊，我不能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啊。行，硬气。是，没人要求你说谁枪口指着你的时候就不能发抖，但是你是拿手术刀的，只要做手术的时候别发抖就行了。行了，你现在身体那么虚弱，快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养一养就好了。哎，你也注意身体啊。天一黑，你就关门，立刻去大使馆。我已经给你联系了大使馆的徐大使，让他帮忙安排。今明2天，你就先住在大使馆里。那你去哪儿？你就别管我去哪儿了，我让你过去住。你要不走的话，我也不走。你能别废话吗？政府军大兵压境，分分钟就能把丹城夷成平地，你在这逞什么好汉？我逞什么好汉？那，你要是不走，你在这不也一样危险吗？我跟你能一样吗？我是谁？我是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我负责整个联赛团，负责整个塞利亚，我能走吗？有什么不一样？打起仗来了，炮弹和子弹根本就不长眼睛。那你反正是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要不然我也不走。你爱去不去，爱死不死。你干嘛去？来了，不是了，你。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总统先生，请讲。政府军已经在丹城的东南北3个方向完成了集结，我们要搜查1、2号难民营，叛乱分子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总统先生，作为联合国驻塞利亚特派团最高行政长官，我绝不允许这种暴行的发生。冷静，欧阳女士，请冷静。你知道班达经历了什么吗？只有这样，才能让那帮恐怖分子认清他们自己的罪行。班达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是他可能永远无法醒来。你不觉得马努特的行为更加残暴吗？马努特跟我有着很多年的交往，我非常了解他，他不会对他女儿的遭遇善罢甘休的。这一点，我敢说非常肯定。总统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没有联赛团的命令，谁都无权搜查难民营。我是塞利亚的总统，
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不管我打算实施什么样的计划和命令，你作为中国维和部队的人，无权指责我。我要行使我总统的权利。这里是塞利亚，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明白吗？总统先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但这里是我的国家，我是这儿的总统。哼。高院长，你们打算怎么办？王女士，现在这个事态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好，我立刻给徐大使打电话，让他通过外交途径跟鲁尔沟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们做无谓牺牲。欧阳女士，不用担心我们是中国军人，就算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勇敢地面对。对，欧阳女士，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我的头顶上戴着脑盔，在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我们是为和平而来。听你们这么说，我安心了很多。祖国越来越强大，作为中国人，我很骄傲。搜遍了整个恐怖分子的营地，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牧羊，缴获回来的电子设备有什么收获？情况很不乐观，3台电脑里的内容已经全部被提前删除，而且完全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如果电子设备没有可利用的资料，那得到其他物证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大多数东西都已经被焚毁了。这个标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老边。这是国际上药品的通用标志，表示服药时禁止饮酒。你是说这些碎片是进口药品说明书留下的碎片？不过你们觉得，巴沙和他的手下买得起这种药吗？那就是说，这些碎片可能是一个盗狗营地，而且权力极高的人留下的。哪怕他不是巴沙的直接上级，也很有可能是跟班达绑架事件有关的重要人物。老宋，这个人一定跟巴沙关系紧密，而且他深知别人察觉不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查到这个药品的信息，调查所有的药房和医生，查出这个购买人的个人信息。不是队长，你看啊，首先我们用排除法，它肯定不是一封情书，这是证物。你说他烧成这样了，还怎么拼呢？你让我做饭行，拼这个我真来不了。老毕，都这种时候了，咱就别开玩笑了。要拼这个，肯定是要找一个专业人士才能把它拼出来。谁呀？我来想办法。还不是知道让队长说的谁呀？
形状的，我这边刚好缺一块。不对啊，你这创造力是满分，但是眼神差点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才把这主要成分这几个字拼出来，而且光凭这几个字完全不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药啊！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我知道了，我们不一定非要知道药品的名字，只要知道它的主要成分，我一样能判断它是什么药。哎，你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像拼拼图一样拼的，主要就是找那些相关的主要成分啊，对，主要成分，把这个找出来。对。哎，这个单词很奇怪，刚才我们没看见，这是什么呀？你看，诺夫赛克。哦，不对，氨氯地平。哦，打电话给高营长，就说我们现在需要找一种叫做诺夫赛克的美国进口降压药。好，你太厉害了，我们整个特战队拼半天也没拼出一个字母，我现在就打。魏营长，我现在找到了巴沙上线的重要证据。聂风，不错啊，干得漂亮。这样，我会请求联赛团协助调查的。哎，好，谢谢高营长，这是大家的努力。徐大师，请坐，请坐。哎，聂风，那先这样啊，你先回来，有情况我再通知你啊。好，那先这样。是。徐大师。有个紧急情况，我必须亲自过来跟你当面说。什么紧急情况？还需要您亲自跑一趟？根据可靠消息，罗尔正在集结部队，有迹象表明他很有可能强攻难民营。强攻难民营？消息准确吗？消息来源可靠。如果他一旦动手，你们将会非常危险。我已经跟欧阳丹尼通过电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事。徐大师，来的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那些难民。中国维和步兵营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屏障。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大使馆和你们在一起。感谢您，大使。这个情况下，你也多注意安全。多谢。所以你是哄孩子了？你怎么回事？老宋，
管一管啊？怎么又扯到我了？哎，真的是。就是啊，指导员当然是帮我呀。害羞了。行了你。烈风，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收到。左边志勇，集合回营。走，孩子们，再见了。营长，烈风，哎，徐大使亲自发来消息，政府军正在部署兵力，有可能即将强攻难民营。鲁尔没有拿到证据，他就会把班达的案子栽到马努特的头上。诺夫赛克现在有什么线索吗？联赛团总部已经调查了丹城近期所有购买过诺夫赛克的人，查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但是这个人的银行卡开户行竟然是瑞士银行。如果要是没有提出证据，那就无法查到开户行的个人信息。要是提出了证据，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已经有结果了，这个人使用了假名，叫做安士顿。奥永丹尼希望以查税为由，要求瑞士银行公开这个人的资金来往账务，希望通过这一点查到这个人的真面目。那还需要等多久？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整个流程十分复杂，至少需要2到3天的时间。2到3天，鲁尔总统早把这帮叛军给一网打尽了。对。队长没有允许的话，我们不能让你进入。我有紧急情况，来不及向上级上报了，一切责任由我承担。队长，快去向领导报告。看什么看？如果要换成安士顿在这站着，你还能活多久？我从来没听说过。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开门。是。别出来。教导员，营长。聂风，我问你，你不搞出点事情来，你浑身难受是不是？你要受处分的。从巴沙的反应上来看，我的思路是正确的。请上级们批准我完成任务，保证查明真相。不行，我不同意。教导员，我理解你的顾虑，但你这样想：如果鲁尔真的是下定了决心，明天的这个时候，丹城将血流成河。也许我的判断也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有一线希望。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大开杀戒吧？现在不是开不开杀戒的问题，我是担心你不成功怎么办？你要是不成功的话，整个维和步兵营都会被牵连进去。现在已经受牵连了。教导员，我恳请您批准我完成任务。明天天黑之前，保证查明真相，一定完成任务。你准备怎么干？把巴沙交给我，引蛇出洞。顺藤摸瓜。老胡啊，我同意聂风的想法。老高，事到如今万不得已，我认为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而且如果一旦情况属实，那么现在唯一能够阻止鲁尔，就是尽快找到绑架班达的真凶。
让他去干吧。好。聂风，你给我记住了，把他给我完完整整的带回来，不能干一点出格的事儿。是。刘天启，到。通知宋建臣跟聂风一起去。是。保证完成任务。总，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放心，没问题。他有些昏迷，我得让他清醒清醒。那你悠着点，别出事儿。好的。安士顿是谁？安士顿究竟是谁？你们该死的中国人！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说，我把你绑石头上扔进河里，多久才能找到你？嗯？你杀了我吧！老聂，行动成功，我马上带他去跟你会合。收到。走，老宋。我已经把照片给牧羊传过去了，他是阿明卫队的队长，叫德鲁。阿明。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稍后的计划是什么？他们的手里有秃鹰的照片，现在他们要去找秃鹰了。我们必须要保证计划延续。好，明白。这条鱼可不小。我已经跟营里汇报过了，营里说赶快把他带回去。欧阳女士也会出面跟鲁尔沟通的。好，上车吧。走，走。哎。氰化钾，快，报告营长。是。营长，教导员，来吧，坐。我先大概说一下基本情况。巴沙已经被移交联赛团警察部，德鲁的情况我也向欧阳丹尼做了汇报。就现在来看，这个阿明极有可能和恐怖分子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或者说，阿明就是巴沙隐瞒的那个上级。德鲁服毒自杀，要是跟阿明对峙的话，他肯定百口莫辩。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没有用。鲁尔不会相信的。目前我们只能等联赛团总部对进口药品的调查结果。报告营长，欧阳女士电话。欧阳女士，什么时候的事儿？好，明白。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切听从联赛团总部的安排。怎么说，老高？形势不容乐观啊！政府军决定明天破晓，强攻难民营。什么？小将，到！通知连上干部，半个小时后到这儿开会。是。鲁尔要跟联合国撕破脸了。不仅如此啊，特派团司令部决定以中国维和步兵营为总指挥部，所有相关决策人员都将听咱们调遣。老高，这个责任太大了。报告连长，联赛团、军事部门、维和警察部门，还有我国大使馆全部打来电话。好，告诉他们10分钟之后回电话。是。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保护好难民。昨天下午，鲁尔下达第175号命令，宣布丹城全面戒备，封锁道路，并且有目击者称，他们看到很多坦克出入，并且有大量的政府军进入丹城。而且今天0时，丹城开始实施空中管制，除政府军飞机以外，所有飞机禁止飞行。为了广大民众的安全，请不要肆意外出。下面请看现场传来的报道。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鲁尔的政府无视与联合国的约定，明天将会强攻我们步兵营所负责守卫的难民营。下面，请营长传达上级给我们的命令。同志们，现在联合国正在通过外交，希望解决此次争端。同时，特派团司令部命令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坚守阵地，保护所属难民。赶紧动员！命令！各连长、车战队带领所属人员构筑防御工事，保障人员备齐器材、食材，今晚连夜备战。是。同志们，饭后给家里写封信吧。
班达无辜的被伤害，罗尔因此而准备动手，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动手。我知道，班达的事让他愤怒，但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嗅觉，他知道这次的事是他血洗难民营永久性的铲除马努特最好的机会。这里成了孤岛，我们是最后的防线，在我们的身后是将近2万人的2座难民营，这其中可能会有罗尔所谓的叛军势力浑水摸鱼冒出来，但绝大多数人都要因此而成为陪葬，也包括我们这是唯一守卫猎人。营长知道，如果我们坚守到底，面对的很有可能就是政府军的坦克、装甲、上万人的步兵。我相信这次罗尔说到做到，他会跨过我们的身体，直奔那些手无寸铁的铁幕，他自己的百姓。可是就在刚刚，营长和教导员做了决定，我们寸步不离，寸土不让。可我是真的害怕，无论我们的意志多么强大，我们的准备多么充分，可这种害怕是源于我们不能攻击，只能自保。这是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情景。我已经看到了政府军坦克巨大的炮口，可以动一半，让人胆寒。可我们依然不会动摇。营长的一句话是所有人准备赴死的决心。他说：“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身后那2万人成为罗尔的炮灰篓，不需要回答，也不需要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地保护所有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民。唯有如此，我们才配得上叫做和平之事。如果我们的鲜血能让罗尔停下屠杀的脚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殉道。可是，只有这样，才是迈向和平的道路。”真没想到啊，在这种时候还能有时间跟你单独走走路。唉，我是没想到，塞利亚政府真的敢跟联合国动手。放心，兰宁，我虽然没当过兵，更没打过仗，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老郭一直会在你身边陪着。我是身焦灼的土壤，爱无天日的奔忙，一眼间荒草疯狂生长。这么多年，我到哪儿你都跟到哪儿，你的心意我都懂。谢谢。其实啊，都是我的错。自从离婚那天起，就是我的错。一个男人能让自己的妻子提出来跟他离婚，这就注定是他的错。所以，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弥补这个错。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吃到你亲手做的饭。能，一定要，无论走到哪儿，就算是在黄泉路上，我也给你做饭吃。高营长，营长同志，我愿受联赛团委派，与维和部队协同作战。好的，营长，感谢，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多余的话我不说了，情况都了解，就一句话，有没有信心？有。中国医疗队是中国军人，所以我们必须和你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战斗。好的，院长。同志们，数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有一场硬仗。我们身后的悠悠 house 里，全部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作为军人，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在国内，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在塞利亚，我们更是要同进退。我愿医护人员全部听你调遣。好的，院长。岳峰，到。这样，你带队全权负责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是。你们
跟我来吧。会开枪吗？还挺厉害。留着防身吧。教导员，我写完了。哥，我心里有句话，一直都想跟你说。不用说，也不要说，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得说，要不我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了。你个大小伙子，20多岁，什么坎儿不坎儿的？73、84那才叫坎儿呢。我还记得呀，我刚把你从那个废墟里刨出来的时候，也这德行。迷迷糊糊，还让我去救你爸你妈。你是个孝顺孩子。我绝对忘不了08年，5月14号那天，也就是地震2天以后，是我让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是你让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这辈子我都还不起。怎么还没完没了呢？我跟你说，聂风，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救你是我的职责，不管是谁，那个时候我都会去救。聂风，你呀，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内疚。对于我家人的死，谁都无能为力，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有，你这孩子就是轴。聂风，我告诉你，我挺知足的。我至少，我见了我亲人的最后一面，我至少把他们给安葬在我给他们选的墓里。你想想有多少人，几万人，自己亲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知足，知足。要照你这么说，我也知足。我也知道我爸妈在哪儿，但是光说知足没用。你是个孤家寡人，我是个孤儿，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哎，我问你，谁是孤家寡人呢？你呀，我是吗？对，我有你呢。谁说你是孤儿啊？你有我呢。我告诉你，聂风，要学会放下。10年了，我看着你慢慢的从一个大男孩，一点一点的。有点老爷们样了，一点一点的从莽撞少年变成一个稍微有点沉稳的男人了。我很开心，我很知足。你放下挺多的了，但是对我这个对不起这3个字，你怎么就放不下呢？咱俩就是伴儿。你替我家那6口活着呢，我就替你爸你妈活着呢。对，咱俩就是伴儿。这遗书啊，不是给别人写的，咱俩是给对方写的。为什么什么都没写啊？因为都知道对方想写什么。古时候有很多的无字碑，咱俩就给他来一个白纸的遗书。对，但是话说回来啊，哥，你呢给了我这条命，我来到塞利亚，来到这个地界上。我就是要用你给我的命，保护更多人的命。即使这个情我还不起了，但是我心里舒坦。那么多战士，每天看着你这样，都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也跟谁都没解释过。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能白下了你给我的这条命。好，那明天咱们就要活一起活，要死啊一起死，要活一起活，要死不能一起死。你可记住了啊，大事上都听你的，小事上还得听我的。咱们明天真要是动起手来，你就得站在我后面。你知道为什么？你听我说，你不要跟我犟。你站在我后边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是牺牲了，你得替我活着，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都平安，那就一起醉一场。我答应，明天我一定往你后边，行了吗？行，来，咱
那干一个，用花生米。来，干一个，一言为定啊！各单位负责人都到齐了吧？下面我简要说一下现在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有一场硬仗要打，我希望各位和所属人员能够提起100倍的精神来应对。无论政府军什么时候展开强攻，咱们都不能后退半步。要知道，我们现在不光只是中国维和部兵营，而是代表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双重的身份来实行这次任务。好了，多余的话我不说了，接下来我开始进行战斗部署。1. 打开武器库，所有轻重武器分发到单兵手中，子弹1颗不留。2. 所有人员按照作战计划进行详细的部署，东西两面由1人负责，南北两面由2人负责，是否明白？明白。好。第3，营区所属的医院全员上阵，随时准备战地救援。说到这儿，我强调一点，所有战斗分队的人要务必保护好医护人员，是否明白？明白。第4，后勤保障分队炊事班要切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明白你们所担负任务的重要性。作战计划部署完毕，最后我再强调一点，各单位负责人，我希望这场战斗过后，咱们全营几百号兵力要一个不落的全部安全带回家。完毕。保证完成任务。来，你们几个把这汤分了，一定要保证每个人喝上它一碗，注意安全，别弄洒了。是。去吧。快！啊，给我口水喝！这舍房吃了我一肚子沙。快！行了，大佬。外面都火烧眉毛，你还有功夫给我省钱蛋？太年轻，不要着急上火。越到这个时候，大家越容易着急上火。你说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弄一锅咸汤，谁喝呀？你喝呀？不咸，刚刚好。哎，要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能做这么好，开玩笑。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就用这锅汤打嫂子？别提了，闹掰了，可能以后见面了，我都得叫声嫂子。哎，没事，关键啊，曾经拥有。指导员，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一切正常。
哎，有件事我一直忘了问你，你手上的冻疮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我之前在大兴安岭站岗的时候冻的。我前2天还和聂队长说来着，我说在东北的时候觉得已经挺难熬了，没想到来了塞利亚以后才发现，东北不算什么。要多注意啊。是。天阳，你怎么了？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没休息好。这样不行，你先回去休息，这班岗我替你站。不用了，指导员。现在营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不能立岗休息。你放心吧，现在是我轮班调整时间，没事的，我帮你站。指导员，你别说了，听我的，这是命令，去。是，谢谢指导员。老兵，请进，我去救火，你小心。全体都有，政府军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外围防线了，榴弹已经落入我们的营地，步兵营所有战士迅速各就各位，加强警戒，死守营地，绝不能让政府军踏进我步兵营半步。就在刚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联合国之家不远处外激烈战斗，炮弹在营地周围炸开，有些炮弹误入了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区内，目前还未得知是否有人员伤亡。欧阳小姐，我方人员进一步调查了安士顿名下的瑞士银行账户，发现了多笔转入单城本地银行的转账，其中几笔数额较大。经过调取此前的监控录像，我们发现取款人正是塞利亚恐怖分子巴沙。也就是说，安士顿的确是巴沙的上线。现在就将所有的证据传给罗尔总统，并请对方在收到证据以后立刻回电给我。明白了。哦，还有，等一下，请继续调查，直到明确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好的。目前为止，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中。已经有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我方在单城各战区已经取得优势，除了少数叛军还在负隅顽抗之外，其主力已经开始全面溃败。这群叛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对我们形成威胁。不足为惧。好的，明白，你们去吧。好的。总统先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说政府军今天要强攻难民营吗？总统先生，我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我们的确发现了在难民营里的反政府军叛徒。难民营已经成为了藏匿罪犯的老巢，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我们再不围剿的话，你说的没错，难民营的隐患一定要消除，但是我们要注意处理的方法，毕竟那里是联赛团的驻地。总统先生，如果那里真的是联赛团的驻地的话，班达小姐根本不会被恐怖分子所绑架。正因为她被恐怖分子绑架了，所以那里根本就是无法之地。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要先和中国的维和部队正式的谈谈，让他们放弃驻守难民营。记住，绝不能擅自动用武力。好的，总统先生。你看这个不好听，和这个。鲍营长，总统府打来电话，愿你半个小时之后和总统鲁尔进行电话会议。
好，我指示参加。是。喂，高营长。哦，欧阳女士。那个名为安士顿的人的确是巴沙的上线。1个小时前，我已经派人把证据传给了总统府了。太好了，刚才总统府已经打来电话，罗尔总统约我一会儿进行电话会谈。我估计他是不是要说这个证据的事儿？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乐观的预感，因为直到现在，总统府那边还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所以很有可能，总统那边没有收到任何的证据。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巴沙交代的那个上线，也就是安插在总统府内的间谍，很有可能提前获得或者是销毁这个证据。所以你和鲁尔的会谈未必会顺利。我目前的想法是把证据传给你们步兵营，然后由你在会谈中试图去说服总统，暂时停止战斗。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证据调查安士顿的身份，查出班达事件真正的凶手。好，我明白了，我试试吧，尽量说服罗尔总统。老宋，政府军的所有火力全都指向营内，步步逼近。我觉得他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老聂，以政府军的火力，想要攻破我们的防守，简直易如反掌。他们根本不需要试探。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向我们开火，他们顾忌的只是联合国和中国军队的威望，连任何警示射击都没有。他们会觉得我们示弱。我现在就联系营部。老聂，听我的，你稍安勿躁，等营长和鲁尔谈完话之后，会给我们下明确的命令的。总统先生，您快看，现在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营地里面，全部都插上了中国国旗。这也就是说，中国维和部队这支军队现在不再代表联赛团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攻他们了。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吗？营地的周围全都是国旗，如果现在我们进攻，就是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了。不行。别动！别动！别动！
边什么位置？听声音，应该是地区方向。地区，你那边什么情况？报告，地区巡视正常，安全。收到，保持警戒。你好，高营长。总统先生，我打给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明确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挡在政府和国家叛徒之间，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我郑重地奉劝你们，不要成为无谓的牺牲品。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说的那些国家叛徒都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况且，我们守卫难民营是中国维和步兵营驻守塞利亚的职责，更是对联合国的承诺。我们不能因为您的一句话就放弃。班达走进难民营时，他不也是踏上了你们中国维和部队的领地吗？你们保护好他了吗？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承诺？总统先生，我正要向您说班达绑架的事情。联赛团刚刚发来消息，已经查到了巴沙上线的一些线索，而且这些线索已经以文件的形式发到您的总统府，不知道您是否收到？巴沙的上线是谁？总统先生，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军队和联合国的态度是，希望您在查到罪魁祸首之前先行撤军。哼，你是想搪塞我，让我放过伤害班达的那些人吗？总统先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马努特他仍旧是无辜的。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强攻难民营，那么中国军队将和难民营共存亡。